不疑告诉少商，自己将盘庆大营旁的一处地买下，留作少商建宅院。之后，即使霍不疑离开了5年，依旧按袅袅喜欢的方式建着宅院。婚后，霍不疑带袅袅去看即将落成的家，他感动得流泪，吻向霍不疑。霍不疑开心一笑道：“看看是否喜欢，不喜欢就改，还有一些未建成的地方交由你。”少商嘴里一直不停地道：“霍不疑，子胜，子胜，霍不疑。”怎么一直唤我的名字？霍不疑看着少商问道。“我喜欢。”少商仰着头笑着。之后，少商自己建造花园的布局，还有他与子胜的房间。子胜怕他太累，安排了很多人手帮忙。可是少商想要亲力亲为，手下人说：“若是累着了少夫人，我们怕要挨板子。”少商无奈地笑笑。子胜带着点心来看少商，少商放下手里的工具向子胜走去。周围的人看到霍不疑，瞬间变得严肃起来。霍不疑将目光投向周围人，他们便乖乖地离开了。霍不疑只想静静地和他的袅袅待在一起。少商看着这情景，只觉得好笑。袅袅告诉子胜：“我决定在房间内装一处机关，这样我们熟睡时就不怕有坏人了。”子胜握着袅袅的双手，让其环着他的腰。“难道你要我每每进入房间都要和机关较量一番吗？放心，有我在，自不会让你受欺负。”说着，子胜将手轻轻地按着袅袅的眉心，袅袅也抬头看着子胜傻笑着。他们的新家落成了，袅袅和子胜看着满眼的幸福。子胜吻着袅袅，此时一声咳嗽声打断了这甜蜜的气氛。原来是三皇子带着文帝赏赐的事物来为他们的宅院添添喜气。三皇子，这宅院当真不错，子胜去盘庆大营倒也省去了不少的路程。三皇子说着，在子胜和袅袅的陪同下逛着宅院的每一处。一日复一日，少商做好了许多吃食，但是子胜差人告诉少商自己有公务在身，让少商早些休息。少商看着夜色渐深，子胜还没有归来，便去了盘庆大营为其送饭。走进大营营帐，下属刚散去，遇到少商也相继和他打招呼。少商入了大营，子胜看到少商本愁眉的脸变得温和起来。“怎么没休息？”“我做了好多好吃的，你来尝一尝。”边说边将饭摆在饭几上。霍不疑自是知晓少商心疼自己，便大口吃起来，还连说着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少商是霍不疑的软肋，这一辈子都是。大营中，霍不疑吃着饭，少商静静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，心想：三皇子说的对，如今这般自己和子胜离得近，之前的他怕是日日没有好好吃过饭。几年后，因为西北战事，霍不疑被召入宫中，几日将无法回家。家中少商和儿子倒也惬意，少商做吃食，念成贪吃爱笑。霍念成的性子随了少商活泼开朗，五官的英气倒是像霍不疑。若是他认真读起书来，倒是有些霍不疑的高冷，笑起来又如少商可爱。家中几日，少商和儿子有些无聊，少商便想起来做机关，还对儿子说：“你和阿母做个机关，带你阿父回来，看看他能否闯过。”念成听到兴奋起来，小手帮母亲拿木头，两人开始忙活起来。少商忙碌之时，偶尔抬起衣袖擦拭额头的汗，念成累了就坐着吃点心。母子二人忙活了许久，将机关做成了，开始商量怎么引霍不疑入机关。念成瞪着眼睛认真地听阿母说：“少商，记住了没？念成。”“阿母，念成记住了。”念成认真地点点头。程少商和念成正吃着午饭，此时霍不疑回了宅院。少商说：“儿子，看你的了。”说着还拍拍念成的肩膀，
此时的做派倒是一点儿也不像为人母的女子。念成放下碗筷，跑出去迎接霍不疑，见了之后行了礼。念成说：“阿父几日不见我，看我可有长进。”说完就跑了，让霍不疑追他。就这样，父子二人开心地跑着。念成将霍不疑引到了机关处，还对藏在角落里的阿母眨了眼。少商给儿子竖着大拇指，念成跑开躲了起来。少商将机关发动，霍不疑察觉自己进了机关，便开始躲闪。一个侧身，箭弩发射出去的箭，霍不疑躲开了，再发射，结果被他直接接住。他发现脚下的机关开始旋转，一个倒反身，用脚借力踢出。念成看得目瞪口呆，拍着掌：“阿父好厉害，阿父好厉害！”霍不疑的身子成功从机关中拖出，大步迈去，一把抱住藏在角落里的少商。“可有让你失望？几日不见，可有想我？”霍不疑自是知晓这机关是少商做的，不然箭头不会拿布裹着，自然怕伤着他。少商被看穿了，霍不疑，你能不能让一让我？说完，他故作生气。霍不疑喊了念成：“可是你惹你阿母生气了？”少商瞥了一眼霍不疑，之前冷漠的他，有了少商后性子倒也跳脱一些。明明是阿父，好不好？委屈的念成说着：“阿父下次让一让阿母不就好了？”霍不疑说：“这辈子我都让着你。”他牵着少商的手，少商牵着念成。